这个家呀，没有张大铁真得散。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出来旅游，才1天，我公公现在说啥要找个中国老伴。我们先到了西安，因为我公公布莱恩想看兵马俑，我比他们晚到1天，我就把钱给温迪了，让他订。温迪觉得120块钱一张票太贵了，自己上网找了个兵马俑平替，门票20，第2天就给大伙全拉去了。到了地方，布莱恩就产生了第一个疑惑：这个世界闻名的景点咋没人呢？别想了，往里走吧。布莱恩陷入了第2个疑惑：这国外新闻里看着的兵马俑也没有这么多彩灯和高科技呀。再往里走，布莱恩的第3个疑惑：这价值连城的兵马俑，导游竟然告诉布莱恩可以随便摸。I can't believe we're allowed to touch it. So cool. 他们的头都是可以动的，因为是不放钱。到这儿，布莱恩彻底明白了，这都是温迪干的好事儿，这已经让布莱恩心里很不爽。但是还好，西安有很多好吃的，给布莱恩香完了。但是温迪非让布莱恩陪他吃啃某鸡。以前的布莱恩吧还会哄着，但是看完假兵马俑，布莱恩成了真爷们儿。头1天还顺从呢，今天突然鼓起勇气告诉温迪，我要吃凉皮儿。温迪说，我要吃炸鸡。你是我老头，我老头就要陪我吃我喜欢的东西。布莱恩说，要不你就换一下你喜欢的东西，要不你就换个老头。温迪气得扬长而去，自己吃鸡去了。第2天我们又出去吃饭，温迪说要喝冰水，这餐厅没有，温迪就让布莱恩必须领他出去买冰水。温迪在那边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。布莱恩助听器一摘，热水一倒，任温迪说啥都听不见，给温迪一条龙服务。真香！哎呀。饭吃完一抬头，温迪没了，完全找不着。我们都着急了，我让布莱恩找，布莱恩说我不找，有缘分，北京见。 We will see her in Beijing then. 我说北京见啥呀？我还在他手上呢。我们就开着车沿路找啊，转了2圈，最终大胖媳妇在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里看到了被拐儿童张大铁。不出门吧还不明显，一来中国这俩人是花钱吃喝收拾屋啥都别进。比如做家务时候，温迪就拿吸尘器，布莱恩已经熟练整上云鲸洗涤机，用完你歇着，他把剩下活全干了，缠头发自己剪，滚刷脏自己洗。S3 Island 超自律，以前大胖媳妇见着污水箱就跑，云鲸直接自律管理，不发臭，完事一拎一扔，看这地板锃亮没水渍，回到酒店直接就吵起来了。 Eat whatever you want. I will just go somewhere else and I will meet you later. Fine, go there. What do I care? You're messing everything up. You're messy. Wait and wait and wait. Will you eat all the spicy food? Listen. 你们俩别说话了，谁要说话先举手 ，OK？ You like Chinese food? I like Chinese food. Don't 称句就行。You no like Chinese food? A little bit. Some things. You 可以饿着。 Cheese off the pizza. I eat cauliflower. It's There's bad. a difference between spice and... 拿起你为什么生气呀？受不了了，他俩太幼稚了，太幼稚了。特北京你好，知道吗？张大铁又来安慰人了。我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妹，最近崩溃了，老板烦人，天天加班，她受不了了，想裸辞，问我能不能来俺家让张大铁安慰安慰她。从张大铁给出的杂乱无章、漫无边际的安慰话语中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职场哲学，而且他莫名其妙学会了一个词儿——内耗，一直用，虽然他不知道啥意思。这个阿姨她崩溃了，她想为拿铁安慰。咋的？她上班上疯了，她太内耗了，你不懂。不懂。你这他也不懂啥内耗，我给他内耗。懂。我也是个特别内耗的。我中午在学校吃大晚饭，老师夸我特别内耗，特别内耗。阿姨就是工作太累了，她就不开心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我天天加班，老板不让我下班。他不让下，你不让他下班，他根本就不上班。他不上班，你也不上班。我不上班，HR 会告状的。等一下是谁呀？是谁？我根本就干不过来，老板非催着我干。我不想干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我不想，不想就是不想。那我老板就不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那我也不喜欢他呀。他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他，都不喜欢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但是他是老板，他要是不开心，谁都不开心。那你就告诉他，告诉他啥呀？告诉你就告诉他 I don't care, I don't care, OK？ 别惹我，我内耗了，我内耗了，特别内耗，别惹我，我早就内耗了，我特别的内耗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
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就跟我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，决定了就裸辞，想去远方旅行一趟，不就是没钱赚了吗？没钱就没钱，回来再想钱的事儿，不受这个折磨。我说我完全支持，我不只支持你去找寻快乐，我还送你一套我自己保藏的欧珀莱的高定礼盒，这里的第4代黑精灵精华添加了抗老科技成分的新肌酮，质地清爽，吸收快，能有效缓解熬夜加班出差带来的损伤，紧致皮肤淡化细纹，轻松抗老。然后第2天早达同学开生日 party， 张拿铁也去了，人家叽里哇啦说一堆他也听不懂。然后早达让张拿铁加入他们一起滑旱冰，张拿铁不敢，但是他不说他不敢。我可不，我现在很内耗，很内耗。我出差，俺家阿姨腰伤请假了，大胖媳妇带了3天孩子，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她是怎么带孩子的，你们更想象不到张拿铁是怎么反制他爹的。首先，他爱睡懒觉，他为了能多睡一会儿觉，告诉俩孩子，早达拿铁，咱们玩一个游戏，叫做买卖，看谁能当老板。早达呢，你就开个早餐店，最好再开个英语补课班。那张拿铁开啥呢？大胖媳妇就想，正好前天我们刚又去了一趟澡堂子，也就是张拿铁这个硬汉不羁灵魂的归属地。从澡堂子回来之后，张拿铁又天天在幼儿园找尽各种机会给他好哥们迪兰身上抹牛奶，给人家做奶搓。大胖媳妇说，我认为儿子你就应该开澡堂，张拿铁你绝对可以。俩孩子问他爸，那这个叫做买卖的游戏它是啥规则呀？他爸说，就是把咱家当成一条商业街，你俩得拉人，人来了钱就来了，把客人留住，让他们消费，这是你们的通行货币。但是千万别教训我，因为我一行，我的买卖一开张，谁家都得慌，我是那种垄断型的大老板。然后俩孩子起床就开始玩游戏呀，他太有心眼了，他不是告诉俩孩子要抢生意拉客人吗？但是俺家里也没别人啊，那就他俩互相抢。那早达为了拉客，连狗都不放过。张拿铁早饭也是拼桌吃的。开始吃吧，妈妈都快惨了。这给我吧，我要奶搓。这是我的饭店的，我也有店。然后铁哥的搓澡堂也开始拉客了。你看是你搓好的，拉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会比你好啊，会比你好啊。我们现在早上9点，说早太早了，啥时候都有人说早。你先来我的英语补课班，我给你上英语课吧。我是从小就学啥英语呀？学啥英语呀？我在出差熬夜，不敢看人家里监控，人都气老了。还好带着胶原丰光瓶，专研复配焕亮成分，搭配升级黑蜂修护科技，温和带走熬夜色沉，油皮也能干净透亮，维持饱满好状态。皮肤和生活一样，需要主动净化才能亮出无限风光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出来混都是要还的。哇，我是于伟，拿铁，你出澡吗？哇，你可以给我一个有牛奶。好了，还有那个店，还有点怎么样了？还是过来，你有没有做什么？我也是。哎呀妈，这文化差异能吓死人！我婆婆今天早上从酒店出发，是这么下楼的。我婆婆小姑子都是熊猫迷，尤其是花花，大老远来到中国，天天求我看大熊猫，说钱他们都自费，只求我给他们和熊猫牵个线儿。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成都看大熊猫，无比激动啊！早上6点就起来准备了，给你拿点好东西，可好吃了，这太好吃了。但是温迪太吓人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错过，于是把她没能到场的老公 Brian 的照片放大，放在了载奥达的 pad 上，由载奥达捧着出的酒店，还捧着照片上的车，还是大车。我下楼给我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到了熊猫基地，人那叫一个多，根本看不着熊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逮着空往里头挤就能看着了。温迪说没事儿，现在挤，等人散了，我们自然就看见了。大胖媳妇说这是中国，人不会散，只会更多，只会更多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给他妈传授秘籍，怎么往人群里边挪能看着熊猫。他告诉他妈说这都有技巧，你别瞎挤，别用蛮劲。我告诉你，先挑个能挤的老头，就贼要强那种，紧跟着他，不行就扒拉扒拉他胳膊，就让别人以为哈你是他老伴儿呢那种感觉。站他身后
后呢就别动，就稳住，就熬它，把它熬走，你就上位，你就上位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你看我跟我妈出这招厉害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妈早晨从宾馆出来就开始熬老头，这一天要熬几个呀？熬几个呀？”结果呢，就温迪一个人敢往前挤，俩姑娘都不行，往那一站，东北话说跟俩橛子似的，橛子似的。但温迪熬老头那熬上劲儿了，熬完老头熬小伙，非常沉醉，完全没看女儿啊孙子们都在哪里。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谁都不在，丢了，这可糟了。因为温迪这次来中国呢，没舍得办电话卡，只有加拿大的电话卡。他倒是可以打电话，就是国际漫游比较贵。我真服了哈，人生地不熟的还不会说汉语，人就能挺住，就是不打，在人群中猛找。但是温迪命是真好，他居然用眼睛烧到了人群中一个女子，正拿着手机向另一个女子炫耀。你看我拍这是谁？这不张拿铁吗？你知道不？就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外国人。温迪一把人家薅住了，问人你这是在哪儿拍的？就这人，告诉我。于是温迪1分钱没花，成功找到了我们。熊猫是一眼没看着，因为他们不会挤，只能买点熊猫伴手礼。拿铁和早达俩孩子管奶奶要熊猫娃娃和书包。温迪咬了咬牙，只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盒熊猫巧克力饼干，一盒10片，弄花25，而且只有拿铁和早达一人分着1片。大胖媳妇和俩妹妹都不让碰。我说温迪啊，快中秋节了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舍得我舍得。中秋节我们吃那种象征团圆的饼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尝尝这诺凡巧克力月饼，纯可可脂的黑巧，搭配9款花式夹心，非常适合中秋团聚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。尤其是海盐芝士黑松露味儿，听着高级，入口奢靡，黑松露还流心。温迪一听黑松露，眼睛都亮了，吃完连连称赞呢。巧克力丝滑，夹心柔软，美味的 level 直接拉满。温迪本来挺开心，没看着熊猫，但买了个熊猫娃娃也可以显摆一下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小商品商城，在那里温迪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迪刚买的熊猫花了35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熊猫3块钱一个，一兜子50。温迪决定不走了，别的景点也不去了，明天就去那儿进货，进他3车货，回家那找个景区就从事小商品转手倒卖，预计明年还完房贷，还完房贷。